大家上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5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打开此视频，你的交易从此一定会有所改变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，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1小时线的 K 线图。上期视频我说把止损位放在这儿，如果你要是做多的话，做空不建议啊。然后等待这个上升通道的中线，看它给不给。然后它现在有点反弹了，昨天我也顺势做了一单，原因是什么？有2点啊，技术指标上。第一个，看这个波动形态啊，然后我是大概在持仓均价94500附近啊做的多单，然后这边细部的波动我们看一下，它有点像什么呢？ ABCDE 的这个结束的状态啊，好像是。完了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像小双底这种感觉啊，有点像。然后这2个点都稍稍放了点量，然后关键是什么？现在这个位置能不能撑住？如果要撑住的话，有点这个 W 底上来的意思啊，这个小区域。但如果它撑不住的话，那就继续往下掉的概率也不小啊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看什么？看这个泡菜指数啊，它一直往上走，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下下降了啊。这个位置很容易要破位的意思，好像要，但结果它没有啊。然后急速的拉升0点以后，然后目前又在纠缠啊。那这个位置除了这个泡菜指数、成交量，完了波动形态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布林带啊。我之前讲过啊，布林带可以画趋势线，它始终回踩完了没能起来，然后这次呢又有一根趋势线，大概是这个路径啊。可以看一下中线踩了以后，这个下降通道冲过去，这就直接就上来了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更小级别的这个 K 线，然后我们把布林带暂时隐藏一下，下降通道，然后上来反弹。但这个位置你看，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强弱指数是严重的这个顶背离啊。它这个相对强弱指数是上来了，但是它的价格还没能突破这个上方啊，所以这个位置可能要回撤的概率不小啊。但这种回撤不要紧，我们上一期视频讲过，现在就是等待继续看多啊。即便是做空单也是短线的啊，不是长期要落下来的这种。我们再看一下4小时线，如果4小时线它要是 ABC 的反弹，4小时线这么掉下来，那这边可能是非常好的买点。所以这一单要怎么样把止损位抬上来？我们再看1小时线，至少什么？这一单我不亏钱。那这样
我们应该把止损位放在哪儿？如果它是 ABC 上来了的话，这个 C 波动，我们看一下斐波那契。如果通常 0.382 都撑不住的话，那它就是要继续破位的概率更大一些。所以我们把止损位放在96000附近，然后等待下一个机会。技术分析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啊。其他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。以太坊看起来好像比比特币好一些啊。这也有点符合，比特币走到一定位置上，然后震荡，然后二哥也就是以太坊它带动整个行情啊，通常都是这样的，之前的行情循环场都是这么演绎过来的。所以接下来看以太坊是什么样的，这边很像 ABC 回调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不知道是不是推动浪，我们再看一下次级别15分钟级别的。不是很明确啊，看起来，但是也挺像。所以如果比特币横在一定的这个10万左右区间，然后以太坊要是引领整个市场行情的话，其他山寨币可能会是机会啊。所以我们做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时候，千万要横向纵向各个维度都去参考兼顾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看纳斯达克，纳斯达克依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只是这个位置上来能不能站住，如果站住了，后续应该还会有非常好的市场表现，这个是大概率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A 股，还是在震荡啊，后续会不会来一波这个行情？有可能啊，但 A 股实在是太难了，我还是劝大家远离，不要玩。再看看黄金。黄金我始终是不太看好，虽然涨了很多，但实际上百分比没有多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有多少，满打满算涨了20%多。从这个年初开始算的话，40%没多少啊，但是它已经在历史高位。所以如果它要是回调的话，也是非常正常的啊。都说黄金保值看什么情况，相对法币而言，它是相对有一个保值的属性，但是它的实用性还有它的对冲风险的作用是相对的啊。但是很多老百姓是什么？希望买它，然后增值，保值的基础上增值，它的增值率实在是太一般了。
再加上老百姓买的很多可能是首饰，刨掉加工费、品牌溢价率，就没有多少盈利可言，不赔钱就不错了。再加上你要是买的位置不够好，之前在这个位置买的，你现在已经是赔的啊。但相比之下，确实比人民币要强很多。基本上市场情况就是这样啊，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管好自己的投资组合钱袋子，然后设计好自己的应对策略，面对这个资本市场啊。那好，这一期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